我好像有瘾了。你别怕，不是毒瘾，是性瘾。嗨，大家好，我是 Parker。之前呢，我们讲了《他们走上法庭》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很多同学都说这个故事实在是太震撼了，能不能再讲讲这本书里的其他故事？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返场。但是我要提前说好，今天要讲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窒息，可是呢，我又觉得非常具有思考和启发的意义，也是必须要跟你们讲一讲的。所以说，大家今天要做好思想准备，来，先跟我一起深呼吸。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开始讲故事。那他们走上法庭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蔡莫言，蔡莫言是一位真实的律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在书里是叫做坚决和模范丈夫离婚的女人。那既然是模范丈夫，为什么我们的女主一定要跟他坚决离婚呢？翻到书的第61页，蔡律师这样写道：接到黄丹自杀的消息，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年她38岁，在旁人眼里，她是个没脸没皮、不知羞耻的坏女人。我拉黑过她，有段时间她变着花样骚扰我，给我发裸照。她晚上去律所的路口堵我，开1500块一次的价钱让我陪她聊天，若难为情就先试着和我聊视频，我只要你做做样子看看我就行。为了躲她，我差不多有半个月不敢去办公室。我和他没有任何纠葛，只是他的离婚代理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女儿都对他嗤之以鼻，他的父母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女婿刘世荣道歉，是我们没掐教，让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蒙羞，哪天你打死他，我们都没意见。那晚我挂掉电话，急忙拨打120并报了警，然后带着一位已婚的女同事匆忙赶去现场。那接到电话之后呢，蔡律师就立刻赶到了黄丹家，门呢就没有关好，他一推门进去就看到黄丹脖子满脸都是血，躺在地上，手里还拿了一把美工刀，也都是血。蔡律师跟他的同事就惊慌看呆了，想说是到底什么情况。然后黄丹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还一边带血的笑说：抱歉吓到你们了，我不想死，没料到会这样。女儿不接电话，刘世荣在讲课，父母身体不好，担心他们受不了刺激，只能麻烦你们了。我按每小时3倍付给你们。那么这个时候谁还谈钱啊？蔡律师就想赶紧救人嘛，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对自己做这些动作。后来就赶紧把他送去医院嘛，才发现他是用美工刀在他自己的脸上画了叉，就画了2个叉，所以脸上全都是血。医生就赶紧帮他包扎治疗，警察也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黄丹就痴的说，终于画上叉了，因为小时候妈妈只允许我任何事情都要画勾。听了这些话，就是蔡律师跟他同事就摸不上头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包扎完之后，医生说伤口不深，缝针就好，但是肯定是会在脸上留疤的。然后警察问他怎么回事，黄丹就大包大揽的说没什么，说我有抑郁症，我家庭幸福美满，都是我自己就是发病了，所以说想不通做了傻事。那么警察就批评了2句就走了。在一旁的蔡律师就全程就皱着眉头，想问他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事情发生之后的几天呢，都没有人来看过黄丹，就是他家人哦，亲生父母没有来，女儿也没有来。这位老公刘世荣，因为刘世荣他是个大学教授嘛，所以我们就很多人叫他刘老师。然后她老公刘世荣虽然没来，但是在网上订了玫瑰花送到了病房，还每天发个10几条朋友圈为他的妻子就是黄丹祈祷，配上的文字是这样子说：你不必在乎皮囊，你永远都是我深爱的酒窝姑娘。有很多他们共同的好友就在朋友圈里面他的状态下留言嘛，就说天哪，刘老师你真的好暖哦，境界高，自己风度翩翩，有学识还顾家，重要的是把老婆当女儿宠，女儿当情人一样溺爱。但是黄丹作为当事人，就是刘世荣的妻子，根本就是心如死水。她一看到花就好像看到了什么很恐怖东西，就立刻让人扔掉嘛。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一头雾水，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蔡律师接下来就开始写他回忆起3年前刚见到黄丹的样子。当时他来他们律所说要找一个女律师委托办离婚的案件，但当时他们没有其他有空的女律师嘛，就有同事推荐说蔡律师也不错，但蔡律师是位男性嘛，黄丹就非常的戒备。他仿佛是觉得男人是无法共情女人的遭遇的，所以就对他处处挑问题，就问蔡律师很多问题。蔡律师，你接过的离婚案当中有没有那种重口味的，比如说女人受虐，夫妻性生活有问题，
那种的？有啊，家暴、出轨、感情破裂，各种各样的全都接过。极端一点的也有什么乱伦啦、行婚啦、无性婚姻啦。我之前还和一个女当事人一起去捉过奸，我们到了现场，对方2位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我的当事人当场就疯了，想杀人。我一边要拍照片取证，一边还要去抢当事人手里的刀，这些场面我都见过。是吗？那好吧，那就签你吧。我的事有一些复杂，反正签了你之后，你总会弄明白的。从那之后，蔡律师就开始负责黄丹处理他的离婚案件嘛。那么黄丹的老公，刚才我们介绍叫做刘世龙，他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么书里是这样形容的：蔡律师第一次见到刘世龙的时候，对他印象还很不错哦。书里写，他温文尔雅，不摆架子，干净体面。虽然49岁了，却没有一丝油腻感，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模样。刘世龙此前是学者、大学副教授，后来转行做了心理学相关工作，时常应邀给大型企业或心理咨询机构上课，也算是小有名气。也许换做别人，听见见面理由就会把我轰走，可是刘世龙却以礼相待，给我泡茶，吸烟之前还特地问我介不介意。得知我不吸烟，他又将烟塞了回去，打开了窗户。对于我的到来，他表示理解。他说，离婚的首要条件是保证我妻子的合法权益，该配合的我一定都好好配合。闹到法庭对小孩也不太好。我妻子虽然有问题，但她还是一个很好的人。既然你说你妻子很好，那她为什么非要离婚呢？您这话说的是不信我的意思吗？这怎么说都是为我生过我孩子的女人，难不成我还会去打她吗？我对这个家只有4个字：责任、付出，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很爱她，我会尊重她的任何决定的。那么听他这么一说，蔡律师反而觉得自己成了那个不好意思的人了，在那边无理取闹。所以第一次会面，他就对刘世龙的感觉还不错。回去之后，蔡律师就收到了刘世龙一个女学生的电话。这个学生反正在电话里面讲了一堆，为刘世龙讲好话吧，意思就是说刘老师人很好，真的巴拉巴拉就讲了这么一堆。蔡律师就觉得挺奇怪，这个案子还没怎么开始呢，帮腔来说话的人就已经出现了。那黄丹的父母呢，也是不支持他离婚的。所以见到他父母之前呢，蔡律师就跟黄丹说，那你这样也好像有点不得民心啊，你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离这个婚的，好像所有人都站在刘世龙这一边嘛。黄丹就笑了笑说，时间长了你会知道为什么的。总之你先去见见我父母。他去见他父母了。那见到了黄丹的父母啊，蔡律师眉头一皱。一开始呢，谈话还算比较顺利啊，了解了一下黄丹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他父母都是老师啊，比较严肃啊，古板什么的，说从小就让黄丹按照很严格的要求来成长的。他父亲就板着脸说，他以前很听话，没那么娇气，我们严格要求他也不敢忤逆，看小说都得经我们的批准，学习成绩也不错，大学是985院校。这么多年，他唯一出格的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居然去纹身。结果呢，纹身被发现之后，也在他父母的极力要求下去洗掉了。蔡律师就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从小都在这么严格的要求下成长成一个标准学生，所以他结婚之后心有不甘，所以就叛逆想离婚呢？是不是他在他的老实本分之下也压抑着某种情绪呢？听到这里呢，他父母就说，压抑有什么好压抑的？我们这个女婿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要房有房，要车有车，结婚10年，对他照顾有加，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别人哪里不好呢。紧接着他们反而认为是自己的女儿黄丹在外面玩野了，有了什么野男人之类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想要闹着离婚。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啊，他父母就不断的提到几个词，什么词呢？责任、名声、孝道、妇道。他们反过来要求蔡律师啊去劝说一下黄丹不要离婚。那么蔡律师说，这个还不能答应你们这个要求啊，结果就被老两口大骂，想钱想疯了。那么第一次跟父母的见面有点不欢而散。接着书里就写到，这个刘世龙比黄丹大个10来岁是没人介绍的。这个刘世龙喜欢卖弄学问，黄丹当时相完亲之后就觉得很犹豫，但是他身边的人怎么说呢？他父母就讲，你年纪不小啦，挑3拣4的，人家不过才38岁，有学问也有错吗？知识是要花时间去拓展沉淀的，难不成你想找个很年轻却没有学历的初中生啊？找对象就是要找成熟的顾家的。
然后身边的人呢也一起劝他说，人家一表人才，对你的好你不放在心上，我们可放在眼里。就是在周围人啊和父母的各种狂轰滥炸劝说下，本来犹犹豫豫不确定黄世龙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黄丹，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走进了婚姻，然后他就开启了自己长达10年的不幸婚姻。就原来看到这里啊，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了，就是结了婚10年哦，他们就没有夫妻同房过。刘世龙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我怎么主动他都无动于衷，还不准我买玩具，买回来就逼我扔掉。这么多年了，我就没有过。不对，有过一次，就是那一次怀上了女儿。他在人前和人后完全是2个面孔，只要有外人在，他就马上变成谦谦君子，把我照顾得细致入微，对我好得不得了，洗衣服做饭。可是只要外人一走，他就马上变了另外一副脸，碰都不碰我一下。黄丹说他让刘世龙去检查过身体没问题，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有外遇，也不像是同性恋。下班之后准时回家，女儿上学之前都是他在带。黄丹就说他如果是同性恋呢，我也就认了，至少有个说法，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说不准他是不是同性恋，就稀里糊涂的一直过到现在。那么结婚前2年呢，因为他不是就做了那么一次，然后有女儿了嘛，有女儿之后后来不就是哺乳期，所以他黄丹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但是哺乳期过了之后，女儿慢慢长大之后，他恢复了身体状况，他渐渐也有了欲望，想做夫妻之间的事情。但是这个黄世龙就是根本不理他，黄丹肯定就不高兴了。那么刘世龙就会安慰他，但是他安慰人的方法也非常瘆人啊。书里就写刘世龙会耐心的安抚他，但每次都会不高兴。他不骂人也不打人，就喜欢用锤子砸东西，一声不吭。砸东西之前还会在地板上铺上被子，砸完以后就去睡觉，睡一觉起来又是笑脸相迎，正常做饭上班。后来只要看见他抱那床被子，我就浑身发怵，感觉就是自己好像又要受刑了。有一次呢，黄丹实在是受不了了，说自己想要去外面酒店住2天。这个刘世龙就说行啊，你去住吧，我给你订机票还有酒店，你在外面呢注意安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呢，这个刘世龙又把那个被子给拿出来了，然后在上面放了很多玻璃杯，锤碎了几个高脚杯，然后光脚从玻璃渣上走，吓得黄丹整个人连声道歉说我不去了，你把机票什么都退了吧。他才满意，这他不跟你大吵大闹，但他的行径非常诡异和瘆人。书里就写黄丹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说什么他都会照做，不赞同也不说，然后呢就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虽然黄丹可能没有错，但是他就是要让黄丹认错。黄丹认错之后，他就会立马停止他那些奇怪的举动，说宽恕黄丹，会一直陪伴着黄丹。黄丹为了孩子就想忍一忍，他只能告诉自己说刘世龙他就是个性冷淡的人，但是他毕竟跟刘世龙不一样，他是正常的女人啊，所以在长期以往压抑自己的需求，反复遭遇刘世龙这样奇怪的冷暴力之下呢，他患上了抑郁症。那么女儿3岁的时候，黄丹患上了抑郁症，于是刘世龙呢就接过了带孩子的重任，继续向外面的世界展示他的父爱如山嘛。外面的朋友同事都觉得哇，刘老师人太好了，这么宠老婆，没见过几个男的能带孩子带成这样，所以对刘世龙都是一顿夸。但只有黄丹自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个刘世龙一面在给别人做婚姻分析啊，一面说的头头是处。书里就写有一次他在家里给别人做电话的情感分析嘛，刘世龙在电话里说，如果将婚姻比作一套房子，性爱则是必要的软装，不然空荡荡的没有人味。作为男人，他当人且必须有色心，还要有色胆，肉体上不能忽视你，有时酒色财气是个褒义词。这个刘世龙就在那里说的头头是道，那在隔壁的黄丹听了就觉得无比讽刺。你说别人倒是会说，那你自己呢怎么是这样的呢？这一切都让黄丹觉得他好像是个下贱胚子，是他在哀求着刘世龙能施舍他一点这方面的东西嘛。终于忍无可忍的黄丹呢，他提出了想要离婚。好，结果好，离婚2个字一出口，他又开始来那一出，把那个被子给抱出来，然后在地上开始铺满玻璃，想要开始砸了嘛。而且这一次他不仅自己弄，他还动员女儿，让女儿帮他一起在地上铺东西。那么女儿虽然小，但
但是就已经被那个刘世龙洗脑了。女儿当时才5岁，他就拉着被子一角，然后哀求黄丹，他说：妈妈，你又要伤害我的爸爸了吗？你不要我了吗？你赶紧道歉啊！爸爸说，只要你肯悔改，这个家就会在，我就能长大。就这个话是一个5岁的小孩说出来的，你可想而知，这个刘世龙他这个老公平时怎么给他女儿洗这个脑？他把一切责任推到黄丹身上，是妈妈犯了错，只要妈妈认错，我们这个家就能够继续下去，完全不提自己那方面的事情。书里就写，这是黄丹最难过的那一刻，就是他听女儿讲那个话的当下，真的想跳楼，就想跳下去算了。但要不是怕女儿将来没有妈妈，他还是忍住了。他想过去抱抱他女儿，结果女儿一哆嗦就往后退，就其实已经无形中拉开了这个母女的距离。他这个老公就在里面从中作梗，你知道吧？然后第2天清早呢，黄丹的父母也赶来了。原来这个刘世龙已经告了状了，不知道在那里说了什么。黄丹的父母上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他的女儿怎么越来越不听话啦，也不替我们和孩子想想，夫妻之间吵架很正常，婚姻不是儿戏，不要3天2头就喊离婚，就完全就是站在黄世龙的这一边。黄丹的心理积压的就是抑郁啊，已经是快爆棚了，不行了。于是他感到窒息，他就想离家出走嘛。那黄丹就无处可去嘛，但他也不想待在自己家。于是他那天下着大雨，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漫无目的的走。他就是不想回家，他想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然后刘世龙他又来一招，他抱着女儿出来，淋着雨找黄丹。这男人真的是很恐怖啊！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他非得扯上女儿，把女儿一起拉出来。在女儿面前扮演一个好父亲的角色，然后让黄丹演进一个坏妈妈的角色。刘世龙就抱着女儿嘛，在雨里喊说：孩子他妈回来吧，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你的，你会好的，任何事我们一起去面对。黄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躲在暗处，他怕女儿淋雨感冒嘛，于是就走了出来。书里就写那应该是让人看起来非常温情的一幕，一个斯文的男人光着上半身，怀里抱着女儿，衬衫披在妻子身上，嘴里还不停地叮嘱说：小心前面有积水，慢一点，冷不冷就要到家了。但是一回到家刘世龙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就瞬间变脸哦。所以在路上那一段黄丹他形容得很好，他说那就是一个小鬼百般温柔地哄骗着我去阎王殿，一把他哄骗到家事情又变成另外一回事了。他马上把女儿拉到身后，就质问黄丹说：你该不该道歉？你有没有做错？女儿因为你淋成这样还在发抖，是不是你的问题？万一她有个3长2短，这辈子你过得去吗？黄丹就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沉默之后，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道歉，不然又要上演那一出砸被子的戏码，你知道吗？黄丹就一边哭一边帮女儿擦干嘛。就在这个时候呢，刘世龙干嘛呢？他递来了纸巾，他说：我们是众人皆知的模范夫妻，还不够吗？你怎么不明白？我作为情感专家，我要是连自己的婚姻都处理得一团糟，岂不砸招牌？我可以不在乎名声，但我在乎这个家，都是为了孩子能够进入上流社会。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掐人中了。我们可以看出来，黄丹他的人格，他是从小是被父亲母亲藏起来，他被要求做一个好孩子。但是刘世龙这个人，他是主动把自己给藏起来的，他是主动不把真正的自己暴露在人面前的。他在外面必须维护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形象，但他真正的自己其实非常虚伪，非常势利。那么长期面对这样的情况，黄丹终于没有办法嘛，所以他选择去找到律师，所以他才后来找到了蔡莫言律师嘛。这是为什么他初次见面的时候说，我这个婚其实没有这么好离的，我也知道一次是离不明白离不干净，但是哪怕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我都希望他能够开始。那果然如黄丹所料，这个刘世龙嘴巴上说的好，但是每次扯到真的是要去把这个离婚案推进下去的时候，这家伙人就不见了。所以呢，就这么被他爽约5次之后他们就决定直接提交诉状，在法院见。怎么样？刘世龙拒不露面，书里写，嘴上却说自己该净身出户，并含泪打引号将女儿的作文和画的画发给了黄丹。作文里写道：爸爸是个粉刷匠，经营着一个温馨的家。妈妈是个破坏大王，将房子砸得4分5裂。长大了，我想做个裁缝，把家缝好，我们3个缝一起。哪个当妈的看到这种话心里会不心酸呢？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写出这些东西来的，有可能就是在刘世龙的教导之下把这个画作跟这个作文写出来的。黄丹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他已经麻木了，他只说了一句法庭见。于是就到了开庭那天，开庭这一天也真是闹出了不少好戏。到了法庭门口，还没进法庭呢，
黄丹的父母啊，他爸爸上来就是大耳巴子就抽他，就黄丹就被他爸爸就抽了耳光嘛，法院门口啊就闹起来了，他爸爸就大骂他，就不孝女，不是个东西，我们祖孙几代就没有出过离婚的，怎么到你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呢？就巴拉巴拉就一顿骂，那黄丹就捂着脸就被各种亲戚朋友围观嘛。那么到了法庭里面呢，也是就是乌泱泱的一拨人呢，各种亲戚朋友都是来支持刘世龙的，在黄丹这儿一个没有，就他和蔡律师2个人。那么法庭现场呢就乱成了一锅粥嘛。等到刘世龙陈述的时候，他的演技开始了。那书里就写他一上来就介绍了一大串自己的个人头衔，什么大学教授啦、专家啦、哔吧啦，这个冲法官敬了一个礼就开始了。他说：“当然，我的首要身份还是一个丈夫和父亲。”这是我永远的身份。他说完之后呢，就像演讲一样的环顾一下四周，然后他拿出一个本子，吊起嗓子就说：“我用3世烟火换你一生迷离。”听到这里，书记员差点整个人就倒了。这个时候黄丹听不下去，意思说我跟你已经没有感情了，你跑到这里来冲什么情圣？法官忍不住了，就敲锤了，说你们不要讨论跟本案无关的事情。长话短说，最后结论就是不予离婚。出了法庭之后，黄丹叹了一口气，他说10年了，这场战终于开了个头了。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黄丹决定第2次起诉离婚。那么这一次开庭，刘世龙把他的女儿给带了过来。小姑娘刚进门就哭着发出尖锐的喊声，说：“妈妈，你到底来这里干嘛？明明是你错了，怎么还恶人先告状？”旁边的坐席上坐着羞愧难耐的黄丹父母，还有部分摇头叹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旁人。黄丹坐在那里，一脸麻木，一脸空洞。整个过程当中呢，刘世龙还是在充当一个情圣，最后就说：“我妻子现在身患抑郁症，如果连家都没了，那么谁来照料她？谁来爱护她？”再次看到他这副脸孔啊，这个蔡律师实在受不了了，他就说：“你不要在这里装蒜好吧？我的当事人为什么得抑郁症？难道你心里还不清楚吗？还在这里装？”这次的法官呢换了人了，是个50来岁的中年男人。然后呢，他看到蔡律师这么激动啊，就说不要夸大其词，原告实事求是。黄丹听了之后就忍不住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情况就是10年之来，他都无视我的欲望，让我压制我的欲望。你们感情都好，你们觉得我们夫妻感情好的不得了，是我没事作死，每个人都叫我回去冷静一段时间就好，那么谁来替我过我的日子啊？然后黄丹的情绪就崩溃了，当着法庭就开始扒开自己的衣服了，就说你们看看我的身体都干瘪成什么样了。那么法庭又乱成一锅粥了，马上就有人来阻止他的行为嘛。然后休庭期间呢，这个刘世龙还掏出他的体检报告摔在蔡律师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你说我身体不行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是医院的体检报告，我好的不得了，我的身体。但是事实情况是呢，为了女儿，黄丹他一直没有分居，也没有拍下任何视听证据，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证明刘世龙他不履行夫妻义务。而刘世龙除了体检报告，还很不要脸的出示了在网上买避孕套的记录，意思就是说他长期买避孕套哦，我有在用哦，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不行使夫妻义务呢？他又开始装一个老好人了。所以第2次判决还是不予离婚。此后消停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提起了第3次的离婚的起诉，这一次已经是8个月之后了。那么这次他们刚开启整个程序之后没多久呢，法院就通知蔡律师他们呢，找不着人了，刘世龙出国了，没有人来接收这个传票，说要不你们撤诉吧，我们找不到这个人呢。然后黄丹的父母呢就拿着文件袋过来了，要往他脸前一摔，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遗嘱已经写明白了，你如果执意要离的话，就是没你的份儿，里面一点你的钱都不会给你留。黄丹呢就沉默了，沉思了很久之后，黄丹就决定算了，这件事情他不抗争了，他实在是太累了。然后他就安慰蔡律师说，这件事情跟法院无关，我不贪图遗产，也不怪律师，我认可你的专业和态度，不是你无能。这2、3年感谢你陪我奔波，事情走到这里你也看明白了。那么到这里呢，蔡律师就觉得很怕黄丹想不开嘛。这个时候黄丹说没事，我就是想安静一会儿。大概过了4、5个月之后，黄丹再次找到了蔡律师，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就是判若两人了，整个人和之前的那种低气压很不一样，仿佛整个人就打开了，你知道吗？不仅半夜经常给蔡律师打电话，还讲很多就是聊骚啊，很过分的那种骚扰性的那种语言。那么
蔡律师就明显觉得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不敢跟他过于暧昧嘛，就不回他消息。然后黄丹就发飙了，他就说你是我的律师啊，你怎么可以不管我呢？你不是要保护我的吗？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其实已经不太正常了。蔡律师这个时候不知道，他只是无法理解黄丹的行为啊，就把他拉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听到有关黄丹的传言，说他红杏出墙，就听旁人说了很多话，有一句话他就记得特别清楚，这句话就是说只要是个男人都能睡到他。据说刘世龙回国了，他一直将女儿带在身边，还在给人讲课。那不知道又过去了多久，有一次蔡律师就有案子开庭嘛，然后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正是黄丹。这一次黄丹没有油腔滑调，整个人感觉挺正经。所以结束了工作之后呢，蔡律师就跟他找了一个地方，两个人坐下来聊。对不起，那段时间给你造成困扰了，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现在更严重。这段时间你都在哪里？到底都是怎么过的呀？在哪里？在漆黑的夜里吧。怎么过？就这么过呗。我好像有瘾了。你别怕，不是毒瘾，是性瘾。他还是不肯跟我离婚，到处在外面说不管他爱的女人捅他几刀，他都能站起来吻她。我都是他最爱的女人。他的戏我也看够了，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没再理他。女儿跟他在一起，我也管不着。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我做过的事情我都敢承认。有的时候半夜醒来梦到跟一些男人发生关系，我竟然还挺开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变成这样。黄丹似乎陷入了某种漩涡。他说，每当负面情绪或是压力来的时候，我就使用器具，很容易排遣。后来不见方式，兴奋过后我又会后悔，用消毒水将双手洗到脱皮，告诉自己没意思。可过不了多久，黄丹又会忍不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知道吸毒是怎样的，反正如果停掉，我会眩晕，打不起精神，呕吐。有次将冰棍塞进去才好一点。再往后，或许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时候，黄丹便握着一把美工刀刺向了自己。刘世龙自始至终没来过医院，但同意协议离婚了。黄丹却不肯，我一定要让法院判决我们感情破裂，你锁了我10年。判决书下来后，黄丹用相框框了起来。事情传开了，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看到最后离婚判决书下来，我们也算是长舒了一口气啊。但是话又说回来，10年的光阴谁来赔给黄丹呢？而且她活生生的从一个健康正常的女性被逼成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和一个性瘾患者，就是一个大活人被逼成了一个疯子，真的让人非常的窒息啊。那么刘世龙这样的人呢，其实这样的人非常多见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伪君子吧，就是他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那么从这个案子里，从黄丹的悲剧里，我们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呢？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黄丹他为什么会开启这样的一段长达10年的悲剧。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为什么会跟这个男人结婚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因为他到了年纪了，然后他其实不了解刘世龙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相亲的人各种说他好，他的父母也说他各种好，条件很不错，然后你也年纪不小了，巴拉巴拉这样子一对了，所以他在不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也不了解跟他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进入婚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的被人推着进了婚姻，于此就开始了这长达10年的悲剧。这也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不要草率的去结婚或进入婚姻。注意啊，这里不是跟大家说不要结婚哦，这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从来不是反婚主义者，我也有人结婚很开心啊，也有人因此过得很好啊。就像每个人的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黄丹的这个点上，他为什么会成为悲剧，就是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并不了解刘世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如果有一天大家决定结婚了，那我希望一定是你很清楚跟你结婚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最好的情况以及最坏的情况下，他会做出什么样有关人性的举动，或者你对婚姻已经有了彻底的了解，你也可以做好最好的预期和最坏的打算，就是
有的情况虽然我们已经很了解这个人了，但是进入婚姻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还有这样的一面啊！就是恋爱已经谈了1-2年、2-3年，谈了5年、10年，很长了。但是你们结婚之后发现，还是有不够了解和对方让人觉得意料之外的一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你没有办法想到100%，想到完美，但你至少得对这个人有个多少的了解，而不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情况，然后你对这个事情也没有把握，而是因为别人说你差不多该结婚了，你老大不小了，然后你赶紧结吧，巴拉巴拉，因为这样的原因被匆忙的推进一段婚姻而导致的悲剧。因为这种原因而匆忙推进婚姻导致的悲剧，我们见的真的是已经不少了，够的了。我们读过的书里面很多案子，包括真实案件，包括小说也讲过很多了。小说之前我们讲过包法利夫人，就是那个的悲剧，你们大家可以之前更新的那个名著系列，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就是那个女主她是对于婚姻有很美好的向往啊，她觉得是公主白马王子的故事，就是她每个导致悲剧的原因啊各不相同，但是结果呢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看到女性她在对自己以及对对方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匆忙酿成了这样的悲剧。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说，如果要结婚，一定是你想清楚，并且你了解跟你结婚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而且就算你了解了，你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这个人可能在进入婚姻之后，他还会出现你更不了解的一面，而绝对不要因为别人说3道4，你就去把自己稀里糊涂推进一段婚姻当中。 OK， 那么第二个我们学到点就是他已经进入这个婚姻了，他已经发现这个苗头不对了，这个男人开始不是他的欲望，然后呢就是说做奇怪的举动，让他觉得很压抑很痛苦了。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去止损呢？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任何情况下你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让你感到深度的不适了，让你觉得人生存在的意义是痛苦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立刻马上 right now 很快的止损，买单离场，离开让你这个痛苦的场域，而不是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继续在这个泥潭里面烂泥里面沉沦下去。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黄丹给我们的借口是什么？他给自己的借口是为了女儿，对，也就是这个烂大街的借口，为了孩子，我们晚点再立。为了女儿，他舍不得，为了女儿，所以他就把自己在这婚姻里面拖了10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任何情况下，我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源，我是一切的开始，我开心了，这个世界才会开心，我的孩子才能开心，不存在什么我不开心但我可以为了我的小孩委曲求全让他开心，不存在。就是你看这个故事的结果告诉我们是什么？黄丹他以为自己为女儿委曲求全了，但然而他的女儿开心吗？他女儿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呢？被他老公刘世龙洗脑成一个妈妈你在那边作恶，你把我们家变成这样巴拉巴拉，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了所谓的为了女儿，他在这个泥潭里面出不来，所以一次一次给了这个刘世龙机会去在他女儿面前展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不停的给他女儿洗脑，什么在大雨里面抱着女儿去找，什么在家里吵架把被子推开来，然后碎片让女儿一起铺。如果你早点抽身，你早点离开这个地狱，进行物理隔绝，你还有机会让这个男人演这些东西吗？当然他也有别的机会去给他的女儿去洗脑，但是你作为当事人不在场了，所以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有一个空白，所以长大之后他自己会存疑，他会去思考，总比你不无限陷在这个漩涡里面，真的让女儿看到你参与这件事情好吧。就像很多人不离婚，他天天在家维持一个3口之家，他觉得为了孩子我这个3口之家维持着是个完整的家庭，那殊不知这个完整家庭天天没日没夜的在吵架，互相骂娘，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看到父母互相为仇人，你觉得这样长大对他的人格塑造有任何帮助吗？就还不如你早点抽离开这个环境，然后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做一个能量很高的母亲，你给他传输正向的理念，至少让他是在一个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都好过天天在一个破碎的像神经病一样的3口之家里面成长。黄丹这个情况，她老公是要带孩子演一个好父亲的，所以他是带不走女儿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先离开，然后你把自己给整顿好了，你让自己开心了，各种能量高起来了，然后你再回去见孩子，相信也会跟每一次在家里吵架见到哭泣的压抑的痛苦的母亲是完全2个概念给孩子的印象。所以说第2件从他身上找到的事情，就是他已经发现事情不对了，但并没有及时抽身，并且在这个泥潭越陷越深，拉了长达10年的距离。好，这个故事到这里讲完了，我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看这本书里面其他的故事，好窒息啊！我要去做点开心的事情，回一回血。咱就是说，如果你们还想看这个故事的话，就是欢迎给我留言，或者想看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欢迎给我留言。那我是 Paco， 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